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胖的人是什么人吗？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最快的人呢？曹操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你又输了。什么都知道。再来。张冠志，你去。公子，是我。公子，其实上官小姐回了西园，她没有去阴雨楼。不过那卓少主好像跟着上官小姐也去了西园。我听那声音，他们好像一直在喝酒，一直到我走，他都没有走。行了，让你去保护，没让你给我汇报这些。公子明明舍不得上官小姐啊，为什么还……哪那么多为什么？睡觉去。哦。卓兰江，拜见主人。潘越逼死了我爹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
既然你这么恨潘越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亲手报了这弑父夺妻之仇。贾夫人设宴，邀我前去。走。贾夫人，近日我听了一些传言，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，可有此事？既然入赘黄门，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，世人背后如何指摘议论，我们也只能厚着脸皮守着。太尉小心！接着喝。那个上官芷，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，杨采薇。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离奇之事！如果她真是杨家孤女，这一次就要让她和潘越做一对断头鸳鸯。12年前救边籍，郡主可有办法找到？看来郡主要找的人找到了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确保你姐姐平安无虞。什么事？杀个人。郡主，对不起。主人，潘越要调回京城了。查完了河阳，这是要进京查我了。奉皇命接潘大人进宫。今日本宫宣你和你的父亲进宫，不如就你回京之机，办了你跟晶儿的婚事。本宫让他们看了看，下月15便是好日子。我们都知道，下个月15号，潘越就要和郡主奉旨完婚了。你说什么？杨姑娘，事到如今，怕是由不得你了。我已经给了你选择，你若放手成全，自是最好；若是不放如何？那就喝下这杯酒，重走一次黄泉路吧。9年前，在河阳出了个远近闻名的案子，叫天师复活案。没听说过一个人为了成仙可以杀人献祭的吗？重点，这个案子最离奇的是，凶手死了，可是他选择的目标却依旧不停地被害死。走，回县衙找卷宗看看。4月13日开始，河阳先后死了8名女子，死状可部分别死于8个方位：暗河、乾坤、巽震、坎离、艮兑8个卦象。他们死状都不一，都找不到一件相似的利器，但有人说曾经在杀人现场看到过凶手的身影，依稀是一名落云门的弟子。落云门？那凶手岂不是显而易见吗？反而更加扑朔迷离。已经死了，却被人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。8人死在8个方位，8种不同死法。看来我们得去一趟落云门了。这个薛天师吧，我总感觉他阴森森的，靠近他的时候，总感觉闻到一股奇异的味道。薛建离的房间里有一个机关的密室，有人在里面诵经。难道他是陆哀哥？他没死。